魏无羡生病了。清晨迷迷糊糊爬起来去用早膳时，脚下如同踩着棉花，然后被净室的门槛绊了个踉跄，摔倒在地上后竟然不管不顾，直接在地上睡起来。如果不是蓝忘机取了早膳回来，还不知道他要睡多久。知道这个情况后的本人躺在他上，面颊微红，结结实实打了个喷嚏，还不肯承认，怎么可能，我从来都没有生病过。说着还往被子里缩了缩。蓝忘机将净室的隔窗关得严实，走到榻前，伸手探了探人的额头，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。魏无羡笑嘻嘻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拉住蓝忘机，我真的没事，蓝湛，你亲亲我就好了。蓝忘机看他一眼，目光隐隐有责怪之意。魏无羡当时闭口不说话了，出于心虚。事情还要从前几日开始说起。踩着树荫，终于将临夏末，魏无羡带小辈们出去夜猎。临走前，蓝忘机千叮咛万嘱咐，不可贪凉，尽力而行。魏无羡当时听着一口答应的爽快，后脚一出，云深不知处，不负所望的全都抛之脑后。夜猎地点是小天山，山脚的村民常被附近湖中的邪祟骚扰。这邪祟也就是水鬼，常年困在湖中不能出去，只要一有船经过就兴风作浪。蓝家众小辈的水性都不好，加上这里的水鬼聪明，折腾了半天没捉住不说，平日里最有风度的世家子弟，现在个个衣衫不整，头发凌乱，倒像是他们被水鬼捉了。原本说夜猎途中魏无羡只负责指点，不会插手，到这里他实在看不下去，脱了外衣就亲自上阵，没过一炷香的时间，就将邪祟整得四处窜逃，最终斩于小辈们的剑下。他又忽然觉得水下凉快，待着待着竟然有些不想上岸起来，加上来去途中总未肯按时好好休息，这么一通闹，回到云深不知处的第二天就光荣感冒。偏本人不以为然，发着烧还嬉皮笑脸的样子，实在有些欠打。魏无羡最见不得蓝忘机蹙眉，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，都总想伸手把那点褶皱抚平，更何况这是因他而起。他乖乖喝了药，也没抱怨苦，手指探出被子，悄悄捏了捏人雪白的衣袖，软声道：“好吗？我知道错了。”蓝忘机将药碗搁在一边，取了帕子轻柔擦拭过他嘴角，语气却微冷，知错却不改。魏无羡立刻道：“我改，一定改，保证没有下次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当真？”魏无羡一拍胸脯，拍的力气大了些，使得他不由自主咳嗽了一声，然后道：“当然。那什么一言驷马难追。”蓝忘机不置可否，垂下眼帘，将他指天发誓的手重新塞回被子里，又掖了掖被角。见他不说话，魏无羡眨眨眼：“蓝湛，你快说呀。”蓝忘机道：“说什么？”魏无羡道：“说你相信我能做到。”这方还未及他开口，门外忽然有恭恭敬敬的声音响起：“韩光君先生有请。”蓝忘机顿了顿，道：“稍后片刻。”待门生的脚步声退下净室台阶后，他转头对魏无羡道：“好好休息。”他沉吟片刻，似乎还要说什么，魏无羡打断他：“知道了，不要乱跑是吧？我会做到的。”言至于此，蓝忘机点点头，起身出门。魏无羡听着蓝忘机踏过净室前的台阶，细碎足音彻底消失后，只能和空气干瞪眼。大概是生病之人多有困倦，加上方才又跟蓝忘机立下了绝对不出去乱跑的豪言壮志，他盯着房梁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眼皮子开始打架，接着头一歪，睡了过去。他再度醒来时，暮色四合，透过窗子可见远处星星点点的亮光。魏无羡下意识抬眼朝书案的方向望过去，蓝忘机不知何时已经回来，正在着笔批注。烛火摇曳，衬得原本清秀屹立的面庞如同暖玉。他心头痒痒的，不轻不重咳嗽了一声。书案前的人闻声望过来，正逢最后一字落墨而成。蓝忘机搁下笔，走至屏风后，再出来时手中端着一小碗药，药看起来黑黑乎乎，味道自然不会好到哪里。魏无羡咂了下嘴：“我今天忘了说了，这药好苦。”蓝忘机道：“良药苦口。”知他会这么说，魏无羡也没反驳，支招下巴看他将碗勺收至一旁，问道：“你叔父都跟你说了什么？”蓝忘机道：“秋分夜猎。”魏无羡若有所思点了点头：“要你带着那群小朋友同去。”蓝忘机：“是。”
魏无羡一勾唇角，笑眯眯的，那挺好，我们又能出去玩了。们这个字加的属实牵强，不小心把真心话说了出来。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严肃道：你们家的小朋友的确应该再多些历练。蓝忘机淡淡道：不会生病便是。魏无羡被这句话噎了一下，半晌道：好啊，你蓝湛都学会呛我了。蓝忘机看他一眼，目光中的意味明显在说：难道不是吗？魏无羡理亏，有心卖个乖巧，是我不好，既然我都认错了，韩光君就大人有大量，忘了这一茬吧。你看我今天就没跑出去不是？蓝忘机浅浅嗯了一声，低垂着眉眼将踏上之人耳边的碎发拢过去。魏无羡懒洋洋闭上眼，不到一刻又忽然睁开眼道：哎，蓝湛，你给我讲故事呗。蓝忘机他动了动嘴唇。魏无羡道：我知道你又要说不会讲了，嗨呀，就随便讲点什么，我就想听你说话。蓝忘机思索片刻，起身离开，再回来时手中多了一本雅正集。魏无羡，打住，这个还是留着给思追他们讲吧。蓝忘机道：思追已将雅正集通读。魏无羡：那就留给没通读的人讲，反正我不听这个。蓝忘机微微扬眉，似要起身再换一本。魏无羡赶紧拉他回来。算了，还是我教你讲吧。蓝忘机道：如何？魏无羡道：我说一句，你重复一句。蓝忘机道：好。魏无羡往他腿上靠了靠，悠悠闲闲就开始讲了。从前那有个人，他非常爱玩。蓝忘机道：爱玩？魏无羡：他在玩的时候遇见了另一个爱玩的人，不知不觉他们成了好朋友。蓝忘机：好朋友？魏无羡：有一天他对他的这个好朋友说：我好喜欢你啊。蓝忘机：喜欢你？魏无羡怔了一下，虽然知道这不是对他说的，但听到蓝忘机如此正经严肃地说这几个字，心跳还是忍不住乱了半拍。他悄悄刮了刮微烫的脸颊，啧了一声：蓝湛，你怎么能只重复最后几个字？要一句话都重复出来，明白吗？蓝忘机道：明白吗？魏无羡没反应过来啊。蓝忘机似不经意般捏了捏他掌心，吐字沉缓而清晰，把刚才的几个字又重复一遍：喜欢你，明白吗？魏无羡听得耳根发烫，猛地坐起来叫道：不许再这么重复了。蓝忘机淡然自若，仿佛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什么，只道：好。魏无羡重新躺下来：我换一个讲。从前有个人，他很爱玩，但是有一天他在街上玩着玩着，忽然下了大雨，回到家之后就生病了。蓝忘机道：不听话当罚。魏无羡深吸了一口气，故意忽略掉他这句话，继续讲：但是呀，有人在家里等他回来，看到他淋着雨还生病了，生气得不得了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蓝忘机不说话。魏无羡道：这该怎么办呢？他就想了个办法，他就对等他回家的爱人说：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你如果不生气了，就亲我一下。但是他没有被亲一下，他好伤心啊，伤心着，他就睡着了。魏无羡头一歪，闭上眼睛。良久之后，一个吻轻轻落在他还带着笑意的唇边。